你有没有悄悄关掉过自己生日的提醒通知呢？不是因为忘记，是故意的。你把脸书生日设成不公开，把通讯软体的生日通知改成静音，甚至提前几天就开始觉得那个日子快到了，有点烦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庆生，你大概会笑笑的说：没什么啦，就是太麻烦了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这句太麻烦了背后其实是一套相当精密的自我保护系统在运作，而且这套系统比你想象的更聪明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木，我是安卡拉。带你从心理学读懂生活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先想一下，如果今年生日一整天都没有任何人传讯息给你，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先把你的答案放在心里，我们后面再来对答案。因为你的反应其实透露了你跟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。我自己有一个有点难忘的生日经历。那年我刚出社会不久，人在外地工作，忙到完全失去了时间感。结果到了深夜，我才突然想起，今天是我生日。更荒谬的是，那整整24个小时，我的手机没有响过半次，完全没有生日祝贺的讯息。我低头看着荧幕，心里确实有一瞬间的空洞感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让我自己吓了一跳，因为那种失落感大概只持续了3分钟吧，然后就是一种平静，一种奇怪的巨大的平静。3分钟，大多数人的自尊撑不过一个广告时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失落感在心理学上有个名字，叫做时间地标效应。生日就是人生路上的一根里程碑，它会强迫你停下来问自己，这一年我到底过得怎么样？问题不在于你变老了，问题在于你的大脑会自动拿你去跟同龄人比较，他们结婚了，买房了，升职了，甚至可能比你还年轻的人都比你更有成就。然后你会忍不住看看自己，这种年度对比焦虑才是让生日变沉重的真正原因。选择不庆生，说白了就是选择不出席那场你根本不想参加的年度自我审判，这差很多吼。更残酷的是，社群媒体让这种比较变得无处可逃。你滑手机看到的那些生日派对、蛋糕、花束、热闹非凡的惊喜庆生场面，那是5%的人的生活，但我们的大脑会以为那是100%的标准答案。这就是生存者偏差。你只看到了最浮夸的那群人，却忽略了另外95%只是安静吃个便当就把生日过完的人。所以你隐藏生日其实不是孤僻，也不是冷漠，你只是不想加入那场集体表演啦。说实话，大多数男生根本不在意那个日期，在意的是有没有人在意他在不在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对答案。还记得我前面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如果生日当天没有任何人传讯息祝福你生日快乐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会有点难受，这很正常，那是人类对社会连结的基本需求在说话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个难受，你会发现你难受的可能不是没有人爱我，而是我好像不值得被记住。这两件事差很多，前者是孤独，后者是自我价值的问题。而一个心理健康的人，应该要能把这两件事分开来处理。所以，隐藏生日这件事，在心理学的角度该怎么看呢？它可能是一种回避，在逃避那场年度自我审判，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清醒。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，不需要被那一天的生日祝福的讯息量来计算。这两种状态，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内心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回避型的人，隐藏完之后还是会有点空洞；清醒的人，隐藏完之后会觉得，轻松自在。你现在是属于哪一种状态呢？这个问题
真的值得你在今年生日的前一天，认真吻自己一次窝。真正健康的庆生方式，从来不是蛋糕有几层，祝福有几条啦，而是你能不能在那一天坦然地面对自己这一年走过来的样子，不美化，也不贬低。隐藏生日或许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功课是你隐藏完之后，还能不能对自己说一句，这一年我已经尽力了哦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那才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好，如果你在留言区有什么想说的，那就说吧。你是那种会隐藏生日的人吗？还是你觉得庆生就该大张旗鼓的庆祝呢？我是真的非常好奇，也非常期待大家分享各自的状态哦。如果你今天问了自己那个问题，我现在到底是回避还是清醒？那个答案值得你慢慢去想。如果你也喜欢透过生活化行为看穿深层心理真相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拆解现代人的社交焦虑、职场关系以及情绪内耗。我是桑木，我是安卡拉，带你从心理学读懂生活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